男人到了30之后呢，一定要抓3次贼。这个贼啊，就是你的心贼，它可比曹贼更可恶啊！因为心贼影响的是你整个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雄心魅力。心贼不除，你就会遇到数不清的一个曹贼啊。那如果你能够除掉心贼，那你在面对任何女人的时候，你都可以随心所欲，轻松的就能给她建立起来一段优质的关系。接下来呢，我想详细跟大家讲一讲中年男人这辈子心目中的3个心贼分别是什么。我会告诉你们如何去破掉，尤其是最后一个贼啊，用在感情上呢，说实话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它真正发挥最大的作用，说实话是在你的事业上。那首先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做中进，破焦虑之贼。你们有没有发现，哪怕很多兄弟啊都已经年入7位数以上了，但还是吸引不到你喜欢的女人啊？真不是因为你花的什么 money 不够，而是因为你总是为了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去焦虑。他半天不回你消息，你已经把他跟其他男人就是什么亲密啊各种对吧，画面都已经脑补好了。他今天对你语气冷淡，你就已经开始复盘上周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而这种焦虑啊，它就是你雄性魅力的最大杀手。因为你一焦虑就会失控，就会动作变形，你会去追问他为什么冷淡了呢？甚至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会变得消息秒回。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啊，我说实话，她会感受到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她现在会觉得说，这个男人是不是没事儿干啊？他世界没什么东西吗？他这么没有价值吗？听着很刺耳，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人性，人只会被那种就是不被自己所掌控的东西所吸引。你们想想啊，你们会喜欢一个天天围着你哭围着你闹的一个小孩吗？可能刚开始你会挺受用的，但是时间一长了，你一定会不耐烦。那反过来其实也是同理的，如果一个男人天天在那儿焦虑，连他自己的心他都守不住，那这个女人凭什么会觉得你靠得住呢？他又凭什么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呢？王阳明说过，心不安定则一事无成。感情里面也是这个理，任何关系只要你的心定不下来，那你就一定谈不明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今天给他发了一堆消息啊，他却晾了你一天，等到晚上呢，他轻飘飘的给你来一句说在忙。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马上舔着脸去就贴上去，也不是黑着脸去跟他说什么一些狠话这种啊，前者会让你显得很廉价，后者会让你显得很幼稚。你只需要回他一句话，这种事情不用跟我解释，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有自己的事儿啊，能理解。真心的人呢，他再忙我也不会怪他；敷衍的人呢，他再闲我也懒得理他。你不需要去为了他的冷淡而焦虑，也没有必要因为他的冷淡去情绪失控。你只需要把你的原则跟框架亮出来，让他自己去选择。大学里面有句话说的特别好，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定。说到底呢，焦虑的解药从来都不是想通，也不是放弃，而是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向内求。先把你的心定下来，那你的重量就够了呀，你就自然而然的能够得到对方的尊重了呀。那好，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二个点，就是舍中得，破欲望之贼。这个欲望呢，不是说生理上的那种欲望啊，而是对别人反馈的一种执念。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给一个女人花了6位数，然后你就很期待她能够爱上你啊，她能因为你花了这6位数而什么都听你的。而这种想法，我说实话本身它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的这种想法活生生把你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交易啊。女人是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你身上的那种伤人的算计感的，所以她会天然的对你产生防备和排斥。而这个破欲望之贼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让你通过利他来利己。你可以先去做任何事情啊，先不要期待对方的一个反馈，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有更大的收获。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一个战国的故事，就是孟尝君派一个门客去，就是冯玄啊，去薛城收债。然后冯玄呢，到地儿之后啊，把还不上债的老百姓全都叫过来了，一把火把他们的欠条全给烧了。回去之后呢，孟尝君当时脸都黑了2个度啊，就问他你收的钱呢？冯玄说，我替你把钱换成了一样更贵重的东西，就是人心。后来啊，孟尝君被罢官回薛城的时候，离城还有100里，所有的百姓都出来迎接他。而这个呢，其实就是破欲望之贼的一个本质。
你先用一种无私的心态去给别人好处，别人才会真心对你，给你忠诚和尊重。那你把这个思路放在感情里，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你完全可以就是在给他付出之后啊，说一下这么一句话：我给人花钱从来不意味着我想和你发生什么这个不同的关系，只是因为你在这段时间确实我觉得让我挺开心的，也给我提供到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我也只是在为我的这个开心买单而已，而不是想要购买你的后半生啊。所以你不用感到愧疚和惶恐，在我这里呢，你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这段话呀，你就收藏下来就可以了，下次完全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啊。焦哥已经带了上万个兄弟拿到结果了，我的数据库啊早就总结了一个定律，那就是那种刻意不讨好的心态反而能够让女生心安理得的收下你的好意，也能够让她抛开顾虑，给到你一些想要的回应。 OK，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第3个点好吧，世上恋会犹豫之贼。这个点很多兄弟都真的是有这个问题的，这也是最难破的一个贼。为什么它难破呀？因为焦虑和欲望好歹是有动静的，你是能够感觉到心慌的啊，你是能够感觉到你的贪念的，而犹豫就不一样了，它完全是披着一件外衣，叫做我还在考虑中。就比如说你现在喜欢一个女生，当然你是会犹豫的，你会去想，这个女生她到底真的有我所见到的那么好吗？她值不值得？这个女生就是我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到她啊？会不会我追了之后白追了等等啊？我付出以后白付出了，对不对？甚至有的人都不敢去喜欢，因为怕喜欢了之后最后没有结果。再比如你在跟她相处的时候，你跟那个女生遇到矛盾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去犹豫，这个人真的是我想要的人吗？然后他怎么老是跟我产生矛盾呢？这些都是大部分人都会有的一个心理惯性，毕竟人性嘛，都是想先看到结果，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行动。可结果呢，往往是干出来之后才会出现的东西，你不动手，它就永远不会来。于是呢，你就会掉进一个循环，因为没有把握，所以不敢做，因为不敢做，所以永远没有把握。你的年龄就在这个死循环里面，一年一年的漏掉了，结果等到你50多了，你才发现自己还是解决不了，到就是很多年前的同样的问题。到时候你想再去提升，我说实话已经很难了，难度可以说是现在的10倍甚至100倍往上走都有可能。荀子里面有一句话，道虽耳，不行不至啊，事虽小，不为不成。所有的能力呢，都不是想象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啊！这就跟李时珍写《百草纲目》是一样的呀。他的做法很笨，背上药筐进山，一株一株的采，一味一味的尝，整整27年才写出了这本巨著。你看，他不是先有了把握才去做的，而是做着做着，把握才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所以兄弟们，情场其实就是你们的道场啊！一定不要带着很多犹豫的念头，好不好？遇到问题就先去做，哪怕做砸了做毁了，也好过你在同一个问题里面原地踏步，好吧？在感情这件事上啊，鲁莽比怯懦更接近勇敢啊！如果说你发现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你真的就是很难解决了，那你可以去换个思路，去学习人性，去使用人性，去用人性的角度去切入啊！其实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一下就透了。这是为什么焦哥不讲套路，只喜欢跟大家讲人性，因为套路吸引来的呢是空洞的皮囊，而人性吸引来的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才是你那段感情里面所匹配的灵魂。OK， 焦哥还是那句话啊，多看焦哥，多学人性，多用人性，用人性去经营优质关系，才是你接下来下半辈子要去思考的东西。下课。